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被一些低碳水或标榜低精致的食物所吸引？像我在 IG 上看到一个第一型糖尿病的模特儿推荐了这款低精致的面粉面条，我就很想尝试看看，所以我想说支持一下好了，就买了一些。所以这次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这个低精致面条，血糖上升的真的可以比较缓慢吗？或者可以少打胰岛素的剂量呢？而我买的是花椒胡麻口味，所以我每次都会吃一份，然后我自己再加了100克的冷冻花椰菜，还有40克的玉米笋，以及再搭配一片鸡胸肉。然后因为吃面很干嘛，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喝水或喝饮料的，所以我还包含了300cc 的无糖茶。这样子吃下来总热量是577大卡，碳水化合物有57.1克，蛋白质46.9克，脂质19.1克。主要的成分还是碳水，但是蛋白质含量也蛮多的哦，因为光这一包面就有21.7克的蛋白质，确实是比一般的白面还要多很多的。如果我们在外面吃到白面或者鸡丝面、油面，一份以100克去算的话，很少会可以有10克的蛋白质。所以这个面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而脂质19.1克会很多吗？我觉得对我来说还可以。多不多，大家要自己去算，你每日可以摄取多少脂质才正确哦。对我来说还好，但或许对你来说，太多或太少都是有可能的。像我一天可以吃50克的脂肪，那如果平均3餐的话，一餐可以吃16到17克的脂肪。但是我们的饮食不可能这么完美嘛，每一餐都在那边精准的算，哦，我这一餐要吃17克的脂肪，不可能嘛，所以这餐19.1克多了一点，我觉得还可以啦。而57克的碳水，以我的 CI 去算的话，我应该要打9.5左右单位的胰岛素。那通常我都会四舍五入变成10单位。但是我想说，这个面看起来这么低 GI，应该有机会可以少打一点胰岛素吧，所以我决定从9单位开始试好了。所以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就打了9单位的速效胰岛素，我马上打马上吃哦，因为蛋白质含量真的是蛮高的，不然平常我都是打完胰岛素20分钟之后才开始吃饭。对我来说算是高，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一天如果不运动的话，大概可以吃50克的蛋白质，这一餐就有41克诶，所以对我来说算是高的。但是对你们来说，你们必须自己跟营养师或者是医生讨论。当然，你也可以上网自己算，看看自己每天可以吃多少克的蛋白质。那你说，如果我有运动的话，一天可以吃到2倍的蛋白质，大概是100克。这样这一餐41克好像也没有很多哦，但是如果我这一天真的有运动的话，这100克的蛋白质我会分散在3餐以及运动后再补充蛋白质。在我一般的饮食状态下，我真的比较少一餐吃到40克的蛋白质的。当然还有根据我之前的经验，像我之前吃鸡胸肉轻食便当的时候，就有发现我打完胰岛素等20分钟才开始吃，就容易低血糖。所以判断完这一餐的碳水、蛋白质、脂质的成分之后呢，你也要再根据你之前的经验去看你要怎么打胰岛素、怎么吃饭。由图中第一次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到，我的血糖上升了27，真的是没有上升很多哦，但是呢，后面好像都降不下来。甚至后面又会稍微的升高，但是基本上在睡前是可以是持平的状态。但是睡前血糖在150左右，对我来说太高了，所以我在打长效胰岛素的时候，通常都会再补一下速效胰岛素。第一次这样的结果，我就应该知道下一次我要再加1单位的胰岛素。但是我就很不信邪，我想说，可是人家吃都说可以少打一点啊，所以我还是打了9单位的胰岛素看看。结果第二次血糖上升了39，我觉得也没有很多，然后呢，后面一样是持平降不下来的。所以第三次呢，我就很认命的加了1单位的胰岛素，打了10单位的速效胰岛素，结果血糖上升的最多，上升了48。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或许那时候我吃到了比较大口的面吧。基本上我每一次都是混着吃的，但是上升48，我觉得也还好啦。而且后面可以看到是有明显的下降的，但是在睡前呢，还是有稍微的上升。但是睡前血糖在120左右的话，我就没有再补速效胰岛素了。有这样的结果呢，我只能推断
这个减糖面对我来说，确实血糖上升的不多，但是好像不能让我少打胰岛素，完全就是它算出来多少，我就应该打多少。而这次为什么我都没有做3重复呢？原因一样，是因为我换了长效胰岛素，目前我不确定更换之后会不会影响我速效胰岛素的剂量。所以这是我换长效胰岛素之前的所有数据了。最后，因为我发现我吃这一餐减糖面的营养成分跟我吃一个完整的鸡胸肉轻食便当非常的类似，所以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左边这个完整的鸡胸肉轻食便当，我是有拿去称的哦，算出来碳水几乎和第一精致面是一样的，都是57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而蛋白质以及脂肪含量都是低精致面条略高一点。但是吃鸡胸肉轻食便当的时候，我是可以少打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而且血糖也上升的很少，只上升了31，之后都可以很漂亮的持平哦。而大家应该知道，其实蛋白质也会升高血糖吧？在自由自主里面有说到，对于没有糖尿病的人来说，蛋白质的摄取不会造成血糖上升，但是蛋白质会刺激升糖素的分泌，而升糖素又会将蛋白质转换成葡萄糖，这个过程叫做糖质新生，英文是 gluconeogenesis。此时，如果体内的胰岛素不够，那么血糖就会升高了。而这个升高发生的比较晚，通常在进食的3到5小时后，所以这边写餐前的速效胰岛素剂量是没有办法应付的，因为我们通常都认为速效胰岛素的作用大概最多就是4个小时了。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吃到过量的大量的蛋白质，而每一个人吃到几克的蛋白质是过量或大量的，甚至会造成第2波血糖上升。我想这个量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而由这个低精致面餐的结果，都可以看到后面血糖不容易下降，而且甚至都会稍微的上升。所以我推断我一餐的蛋白质上限摄取量可能是40克。我这个低精致面条餐只有超过1点，所以我觉得结果没有非常的明显。解决方式就是我鸡胸肉下次可能可以吃一半就好了，这样子这一餐的蛋白质量就不会这么多。而什么时候会吃到超过40克的蛋白质呢？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如果吃一个完整的麦当劳套餐，蛮容易超过40克蛋白质的。或者是去吃大餐吃到饱，有的时候火锅也很容易哦，因为那个火锅的肉量它有时候给的很多很大一盘肉，而且有时候我很喜欢点海陆，然后加起来肉就超多的，基本上应该都超过40克蛋白质，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吃火锅常常也是需要补增的。那大家一定会想到说，这样子蛋白质要怎么计算胰岛素的剂量呢？在《自由自主》一书里面是跟我们说，每100大卡的脂肪或蛋白质需要的胰岛素剂量与10克的碳水化合物相同，所以大家可以由此去换算自己需要的剂量。那说真的，我自己也没有这样子去算过。目前我第2波的血糖上升，或者是第3波的血糖上升，我都是看状况补增哦。我之后再认真用看看这个公式来打，看看胰岛素，再跟大家分享。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先试试看，等我测的话要很久，至少要半年到1年吧。而在259页也有提到说，如果这餐超过40克的脂肪，餐前胰岛素的剂量可能需要增加30到35%。还有提到说，就算这个餐点没有任何的碳水化合物，但是一旦蛋白质超过75克，就可能需要额外的胰岛素。但是每个人对于蛋白质可以承受的最大克数，我想都是不同的，可能需要大家自己细心去观察。大家对于蛋白质与脂肪要怎么打胰岛素有什么心得的话，也欢迎跟大家分享。啊哈，